Ladies and gentlemen， 短短，我是常勇。我很久没有讲这个我是常勇这句话，因为基本上我的频道从以前就是从那种日常影片转去旅游影片，所以很少有机会拍这样子可以跟观众讲话聊天的一个 talking 影片。然后这一支 Q&A 其实原本在2025的新年的时候我就想要做，就差不多1、2月的时候，但是我拖到都过了一半，差不多7月才开始做。就是我滑回去我 YouTube 发现，这个常勇啊，每天在 travel， 每天 vlog 就没什么拍什么 talking 的影片，我就觉得是时候应该回归一下我爱聊话、爱讲话的一个影片了，顺便让我的老观众或者是新来的观众更了解常勇。我自己的一个小目标是希望啊，我每一年都可以做一集 Q&A， 就是让大家了解我啊，还是更懂我现在是喜欢做什么，还是想做什么，还是处理事情啊，都可以找我，我都可以一一回答你们。所以我就从我的 IG Story 还有我的 IG 常勇学院的 Community 里面就让大家发问，还想去第二次记忆很深的国家是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其实目前我到现在一样的答案都是冰岛。冰岛是我很想去第二次，然后也让我记忆很深刻，主要是因为我在那边才发生车祸啊，然后我又被罚款超速超多钱啊，然后那边的开车路途啊，是我看过这么多国家里面开车最漂亮的风景之一。到现在我都还会回味啊，看回去以前的 YouTube 影片啊、照片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原来我去过这么漂亮的地方。想知道你以后的人生规划？哇，有深度的问题来了。讲真的啦，我老实跟大家讲，我不是一个非常有大梦想的人，我不会有一个大目标要去做，比如说要做大明星，还是我要做歌手，还是我要做一个很厉害演员，我完全没有。其实我就是很活在当下的人。我觉得我现在阶段就是希望能够在我这个年纪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是这个年纪很多人都讲这个年纪我应该要赚钱 focus 赚钱 focus 生意。当然讲是没有错，我也是会 focus， 但是我还是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留给这年纪应该要去做的事情。那回到这个问题，我的人生规划其实现在有买好房子啊嘛，然后其实我也有车，接下来就是想要有一个害羞家庭，因为其实我跟书生都希望未来还是会有自己的家庭，但是这个东西还在规划当中啦，也可能不是近期，可能再多1、2年这样子。那除了家庭之外，我也希望我手上的这几间公司在未来能够很好的 auto run， 然后可以去创作更好的作品，让大家看到这样子咯。可能我在这一题人生规划不会聊太多，因为我其实发现后面有一些问题跟这个问题有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后面可能会回答到你啦。想知道你跟 S 怎样确定彼此是对的人，想走到最后的相处秘诀是怎么样？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自己的一个个人想法，我觉得如果你跟另一半你要怎么确定他是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人，我觉得一个东西就可以看出，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想要跟这个女生有一个家庭有孩子，你们可以想象到你们未来可能一起去很多地方啊，这样子这个人就会是你下半辈子想要一起走的人。那我们两个的相处秘诀，我觉得就是要吵架，我们就是一直吵，我们每天可以因为小事大事吵，我们很少大事啊，我们基本上吵小事，就是吵那一种啊，可能我垃圾没有丢啊，还是我门忘记关啊，还是什么乱肮脏之类，我们就会吵，然后我也就会生他气，因为其实基本上我的脾气只会用在身上吧，就是我讲基本上就吵架就是我们的爱情保鲜剂。为什么你的屁孩性格可以从以前到现在完全没有变过？其实我觉得我的屁孩性格随着年龄增长真的有慢慢变，没有这样屁因为人我觉得总会长大，会开始成熟，然后input也多，思想也不一样，然后背负的责任也比较大这样子。但是我还是很享受我这个屁孩的性格，好像听起来像很变态，我不可以这样讲，应该这样讲，就是因为我觉得屁孩这个性格在我内心就是一个童真，是吗？我就觉得当我可以做这很白痴的事情，我觉得很好玩，我就很开心，看到身边朋友开心，然后我也是跟着开心这样子。但是我都要30了，所以真的不是每个场合都可以让我这样随心所欲啊，然后真的是很做自己，所以有时候我还是要忍住，就也不可以乱讲话，屁孩不可以乱出来。有没有计划要小孩？其实是有的。我跟书生打算，目标、希望、梦想是有1男1女2个小孩啦，就真的是够了。我跟书生的双方家庭，我们都是4个兄弟姐妹，然后我们也是佩服我们的父母亲他们能够是把爱分成4份。我们有养过狗啊，其实狗你这样分出去就已经很累一些了，然后孩子会更加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有2个孩子，刚好我们就是一人可以把我们的爱、把我们时间给他们，因为4个我们真的没办法把时间 communicate。
4个孩子这么多。当然这个想法可能以后会改变把目前现阶段就想要2个小孩。我跟苏生会不会办婚礼，然后请粉丝去？我跟苏生自己的婚礼会在2025年的12月左右进行。然后关于粉丝的婚礼，其实我们也一直在筹备当中。我们计划会在明年的，我希望是1到3月之间肯定是过年过后这样子的时间。然后到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 IG 公布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这个粉丝婚礼，所以你们可以去 follow 我的 IG 跟苏生的 IG 去等消息这样子。想知道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人生路，心态上跟年轻时候比有什么变化吗？哇，这个问题也是很深奥一些哦。我是觉得，因为我真的是很爱我的工作，比如说拍视频做 YouTuber 拍广告还是做衣服品牌，还是做旅游这件事情，它都是让我很开心、很兴奋的事情。所以比如说2025年可能接下来8月、9月、10月、11、12，每个月份甚至到明年，我都会很期待有一些东西要发生。比如说我就规划好，我9月会去拍摄，然后我9月就很期待，这个 trip 我会去哪里玩。所以我每次都会抱着一个很兴奋、很期待的心情去面对我下一个人生的路这样子。我觉得我比起年轻的时候心态，虽然我现在也是很年轻没有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心态，我就玩罢了，什么都没有想那么多。我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不太会去想比较远的事情，就是现在可能会想，也没有很远可能远到明年罢了，不远到5到10年过后我就远到6到12个月这样子。心态上就不想要让这些东西发生太多变化，建设好自己，然后会做好很多 Plan B、Plan C、Plan D、Plan E 这样子等等之类的。希望看你的 channel 今年YouTube会有什么新计划、新搞作吗？就像我影片开头讲其实我发现我拍太多 vlog 了，所以我现在打算我的频道就是可能会有一系列的新影片，跟以前旧系列新影片会继续开拍。比如说我之前拍过一个系列叫一日男友游戏系列，也会继续开拍。然后我一如既往来你家做客，我会继续拍更多人的家给你们看。然后今年我的新YouTube会什么搞作，可能不会在今年，可能在明年，因为就是我会做一些旅游节目，还有一些 podcast， 因为毕竟我这样爱讲话，所以我要邀请我的朋友一起来陪我聊天这样子。基本上就是这2个类型的节目跟影片因为最主要就是往我喜欢的方向去做嘛。现在做直接跟我当初希望成为的自己差很多嘛。其实我能讲差不多，是因为我以前都从来没有想过，我毕业过会成为怎样的人，还是做怎样的工作。小学我就会填志愿第1名做警察，第2名做医生，第3名做消防员，都是那种很帅的那种英雄职业。然后到了中学过后，我就很 focus 在跆拳道嘛，然后就是州手县手国手都当过。然后过后读大学就真的是开始拍视频、拍 video 玩，然后其实都没有认真想过，其实过后做这样的职业，我就一直做出去吧，想说可以赚到钱就去赚，可以拍东西就去拍。结果没想到做到现在就是可能有几家公司，然后有一些自己的 talent， 然后可能有自己的衣服品牌。我觉得这些也都是老天赏饭吃，老天爷给我一个这么幸运的事情，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同时又可以赚到钱。救命啦，真的12年了，救命救命，时间过得太快，太喜欢你们了。其实我们真的是很 appreciate 你们这些看我们追我们观众追了这么久，因为讲真的，我们发现很多观众他们从来都不会可能在影片下面留言还是 DM 我们他们就是默默的看，默默的按 like 这样子，就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存在，所以我们唯一能回馈你们这些老粉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办那个粉丝婚礼的时候，希望你们真的是100年难得一见能够出来参加报名。就是我们除了会在到时候一个 IG post 或者是一个什么 form 里面选粉丝来参加婚礼之外其实我们平时也会在一些我们自己的 post， 就是我跟苏生的 IG post 留言那边找一些真的是很了解我们的人很喜欢我们的人真的是我们的观众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在 IG 留言，让我们看到你们，让我们注意到你们。我也明白了，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害羞，他可能不想表现出来，在大庭广众面真的很喜欢我们这样子。但是我现在心态跟以前不一样，就是如果不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我可能未来会后悔。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我去追星什么，我真的是要追就去追到底，要让他看到就让他看到，然后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前提就是不要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这个新营是希望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婚礼上见到你，然后也希望可以能够有机会现场可以聊一下，做我们的观众12年有什么感想？将来需要 production team 会有邀请相关 multimedia design 的吗？其实我们公司都一直在找人才进来，不管是副代也好 intern 也好，只要你有好的履历，你就可以把 email 丢我们这边。
当初长乐事情爆出来的时候，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到我，因为毕竟我是他哥哥，所以怎么样都会影响到我。可能觉得有这样的弟弟，应该有这样的哥哥，要不然这个哥哥怎样照顾弟弟其实通常会有很多这种留言出来。但基本上我的心是铁做了，所以基本上我不会去管那些留言太多。其实也没有影响到我太多了，因为毕竟我弟弟的事情是他的事情嘛，然后这个又是感情上的事情。感情上的事情讲真的，不要讲你们这些观众，还是你们这些路人外人连我跟书生还是我爸爸妈妈亲戚人我们也不了解太多，然后我们也不想管太多，因为感情事情是两个人的事情。超你好，如果换工觉得听自己的内心，还是找喜欢工作，还是听爸妈的建议找父亲的工，基本上我就是会平衡爸妈跟我自己内心的东西，因为爸妈讲的东西一定有他的道理啊，老人家吃盐比你吃饭还多，他们一定懂一些东西，但是又不能太听爸妈的话，因为他们就是比较传统一点。但我觉得，可是这个影片不可以给你爸爸妈妈看到啊。我建议你 follow 你的内心啊，你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反正我们还年轻嘛，我们如果失败了，我们还可以再来的。现在不是可以坐 MRT 来开车咩？不用找父亲的工了，找你喜欢的工。你到底为什么有精力永远不会累的感觉？其实有时候我拍 vlog 我也没有讲一直都是很 hyper， 我有时候也是讲话像这样那个音没有什么。没有嘛，我也是有累的时候。看我现在讲话就是一个正常讲话，然后音调没有特别提高下这样子嘛。我觉得当一个人在做他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给人家感受到他很有精力，他的精神一直都在。要举办一个粉丝旅行团吗？这个东西讲真的我已经从2年前就开始在想，但是因为我真的也不懂到底有没有真的有人跟我一起去旅行。如果你们真的有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因为毕竟去旅行是要花钱，而且包团都可能4000块上下左右。如果有的话，我就叫 Golden Success Holiday， 因为我常跟他们合作嘛，我叫他做一个粉丝旅行团，我们一起出去玩。有的话下面留言，我就去计划，我叫我的人去执行。在铭传最后悔、最遗憾、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铭传是我跟书生在台湾读了大学学校名字。最后悔的是没有好好在大学期间拍更多 vlog， 让大家看到台湾读书大学是什么样的体验。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因为就是看回去的时候，大学 vlog 也有拍，这样少罢了，因为基本上蛮多很特别的东西可以拍的。其实最遗憾就是没有花更多时间在台湾，就是环岛去更多城市玩这样子，基本上就浪费掉。其实有更多时间去旅行。最开心的事情一定就是在台湾真的认识到很多很好的朋友。直到现在回马来西亚都已经5、6年了，我们都还在联络，都还一起出去玩。我觉得台湾的朋友是我遇过人生里面一群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很照顾你的朋友，会以你为中心的朋友，就是他们可能会 take care 你多过他自己。这是我在台湾感受到我台湾朋友的一个感受啦。近年看你稳重了许多，是有什么经历使你思想变成熟，让你成长很多了吗？我在想，我人生里面我觉得这3-4年是让我成长最快的时候，因为我在这3-4年遇到的事情，比如说关于生意上还是关于感情上还是关于没有，其实基本上就这2个东西吧，其他东西我都觉得我很幸福。比如说爱情部分就我有一个很棒的老婆，经济上也 OK， 主要就是其他部分这样子啦。那我也很谢谢这些事情让我成长很多，因为其实你知道，我这种屁孩司机以前我就会把我所认知的东西套在别人身上。比如说我觉得我会这样做的话，他应该有这样做，我不会做东西，他应该也不会做。但是其实讲真的，现实社会是很残忍的，有很多人你从来不会想过他会是这样子，但他现在变成你从来没想过他的样子基本上就是他让我成长很多，就是我从来没想过有人会做东西做到这样子，我就觉得哇，然后那个剑就然后我就觉得成长很多就是让我见证到原来现实生活中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OK， 5个字，日久见人心。这件事情真的是是我这3-4年其中一个学到最大的事情。当然我明白人不是十全十美，大家就是沟通上还是一些思想上会有不一样的差异。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伤害人的前提下你去做，我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伤害到我，伤害到我的另一半，还是伤害到任何我觉得我很 care 的人，我就没有办法去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懂大家了解我这个人吗？我这个人是一个很绝的人我就是很直接，我不会跟你转一圈讲那个东西，我会直线
跟你讲清楚。在这边也希望大家，如果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气馁，把它当做一个经验呐，就是从这个经验当中去学习，然后用在你未来的生活啦。当然，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很好人啦，所以现在基本上我的思想就是，未来我可能不会100%去把所有东西给别人，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像以前这样，能够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我 K 的人。可以再拍跆拳道视频吗？我就看你跆拳道比赛获得冠军才关注你的，求求你了！哇，像这个人应该 at least follow 我14、15年，因为我是差不多从小学9岁开始学跆拳道，把我真正开始很多表演比赛在15、16岁左右。他的重点是我可以不可以再拍跆拳道视频？其实我还是很想回去玩一下的，但是我肯定就是不会像以前这样巅峰时期的时候这样多招都会啦。我努力完成一下你这个小小的梦想，因为毕竟差不多30岁了，跳一下骨头断一下，脚踢一下，筋就断了一下，我不懂了吗？把我尽量满足你啊！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在 IG 上面看到我重现跆拳道的视频。常有你这边打算做自己的周边商品吗？还是觉得有1秒就够了？其实，在早期我做 YouTube 的时候可能老观众会懂啦。我应该有做过5、6个产品，在那2、3年，就是 for 自己的产品讲，因为我很喜欢那种我拍 video 的时候，我可以穿着我自己的衣服，然后自己的品牌这样子之类。可是自从有1秒过后，我就觉得我想要把更多心思放在1秒上面这样子。但我也不排除未来如果1秒稳定过后，我就想要做自己的一个周边，我也不确定啊，因为毕竟我的周边的话，我可能就会想往真的是我喜欢的方向去做，还是有可能发生啊。但是像我讲的嘛，我那边想这样远，我想要差不多6个月、1年后的事情吧，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我就是看看你的以前的影片，真的很怀念。可是我最不理解是你怎么从以前帅才变得更帅，有秘诀吗？其实讲真的，我的脸是真的是纯天然，完全没有动过刀，完全没有打过针只有一次打过针是这个。因为我以前这边差不多4岁的时候，我有缝过4、5针，然后这边有一个缝针的疤。4年前我有去做雷射，他们就是帮我做 PRP 血清拿我的血清再加 collagen 打进去补这个凹陷，然后还在做雷射这样子。可是其实没有什么效果，你看其实那个疤还是很明显。这是我唯一有在脸上打针的东西，其他的基本上都是 original 原装。我觉得其中一个我变好看的点在于我戴牙套绑牙这件事情。因为绑牙过后，你的牙齿也变整齐，加上我开始做 fashion 的东西嘛，所以你会看很多穿搭，还是你会去看一些造型，头发怎么弄，还是怎么化妆，怎么样拍照，我觉得都会对自己多多少少有帮助啦。讲到我这样是有点不好意思啦，是对我这样说呀。读 Mass 去哪里发展比较好？可能在马来西亚政府一点不重视传媒这种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也不太了解，但我觉得如果我懂的地方来讲，可能台湾真的是很适合 Masscom 的这个领域的存在，因为毕竟不管是 KOL 圈还是明星圈，都比我们自己饱和很多。随便丢个石头，可能就是 YouTuber 还是网红，所以我觉得可能这边发展相对对 Masscom 会比较友善一点。马来西亚其实好像也 OK 了，只是马来西亚会有分族群嘛，华人其实讲真的就这么少罢了，然后马来人你要进到他们市场又不简单，因为毕竟有很多不一样的习惯这样子。想知道你怎样安排你的旅游行程？首先我会想我要去哪个国家玩，然后这个国家大概玩多少天，然后我就会开始定日期，因为我觉得定日期你才可以买机票才是最重要的。定完日期过后呢，你就要先找出你要去什么城市什么景点玩，写了过后你再用 Google Map 去规划那个路线，这样你就知道前3天我要在这个城市玩，中间3天我要在另外一个城市，后面3天我要再去另外一个城市。你这些大概路线你就可以从这3个城市再去找住宿这样子，剩下来的东西就是门票、交通，还有找一些 restaurant 这样子。基本上我都是这样子的流程去找啦。其实安排旅游行程这个问题我可以讲很细，可是我怕这个 Q&A 会超级无敌长，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个安排旅游行程，它是一个我的大方向的 timeline 去 structure 去做先啦，然后过后才会细节去看。比如说这个景点拍照好不好看，我就会截图我就会 save link然后比如说它几点开几点关，我是那种
比较也没到很细节，可是就是有点细节的人，因为我要知道我去那边多久啊，然后可能我的 Plan B、Plan C、爸之类的，基本上就很复杂。所以有时候我还是觉得跟你集团是很爽的，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如果想和你们一样拍影片的话，要怎么样开始比较好？这句话其实差不多的，你们只要把怎么拿掉就好。我念这给你们听。如果想和你们一样拍影片的话，要开始比较好。对，先开始最重要。不管你的东西是多好多烂，先开始 ，start right now 去拍。去剪 upload， 不用管有没有人看，先做了你才有那个动力，你才有一些 feedback， 做，你要逼自己去提升自己。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我从前想做，但我最近又突然想，是的，我以前就想到做还没做，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去预约上课。你不要拖1个小时后还是半个小时后，我觉得这个是最 working 的，因为有第一次过就有第二次，这是我近期学到可以逼自己的方式，然后又是一个蛮舒服的方式啊。你最满意的影片是哪一支？其实我以前有认真想过这支影片的，我真的选不出哪一支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做的影片对我来讲，每一支都会是我喜欢的。比如说可能旅游啊，还是游戏影片啊，还是谈话性影片啊，我都觉得是我喜欢的，不然我就不会做出来。那我对最满意的影片的定义就是在于这个影片，它在我看回去的时候它能够带给我有多少回忆，就是当下 moment 我可能记录到多少，还是有没有记录到一些最 perfect 的 moment， 我觉得这是我对于我自己的影片最满意的标准之一。如果真的硬要选，我觉得我的旅游8点档啊，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系列，我真的很喜欢，看回去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哇，回忆满满，原来那时候我这样。那时候跟我做这个事情，就很喜欢这样的东西。之后都会定居马来西亚吗？还是有考虑其他国家？不得，我在马来西亚买屋子了，然后我家人在马来西亚，然后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棒的国家，它比起很多地方它没有天灾，然后 everything 经济消费都还 OK。我们是完全没有考虑过定居在其他国家，但是那时候我跟书生，我们是去哪个国家旅游的时候，我们就回家路上问对方，你觉得如果给你选一个地方移民，你要移哪里？我记得书生答案什么？但是我的答案是我会选 LA 美国，因为我觉得去了过后才发现，那边的 vibe 其实是我蛮喜欢的 vibe 来的，只是前想没有深想，因为太麻烦了。为什么会对新家花很大心思，反而不会选择买了普通装修？哈哈，佩服你们笑脸。我不明白一点是，你买了一个家，而你不花心思去装修啊，反而你普通装修。因为我觉得，如果在我有能力的范围下，能够把家装修成我要的样子，那我就会去做。那如果像你讲普通装修，就肯定是因为可能我有一些紧急要用的钱啊，还是我没办法去这样子的装修，这样我就会普通装修。但是如果我原本就没有这样子的经济能力去装修，这样我就不会买这样大的家。我这样讲对吗？应该对了哈。不我回答到他嘛，应该有啦。人生那么快乐，会有烦恼吗？看你好像完全没有。烦恼肯定是有的。我觉得最重要是前面也讲到，心态怎么去调整，你怎么去消化这些负面情绪。对我来讲，我比较是一个不会拿这些东西来做内耗的一个人。我会想办法跳出去。我有很多解压方式，打 game 啊，运动啊，还是去旅游啊，看戏啊，什么都好。我本身是一个很厉害去消化烦恼、消化负面情绪的人来的。有没有打算开第一喵的实体店？其实这个是在今年的时候，我们有开一个 meeting， 就是讨论第一喵的未来规划。我的目标是想要在这1-2年内，希望有一间实体店。虽然我们都知道实体店是一个要花租金啊、花装修啊、花员工啊，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投资很大，然后可能不会比 online 做得好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还是想要有，因为我不懂你们懂哦。其实书生对于第一喵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梦想，就是我们希望有一栋建筑物3-4层，然后第一层可能是第一喵给费，第二层可能是第一喵的衣服，第3层可能有第一喵的其他领域的产品，比如说啦，可能有家具啊，我乱讲，可能有轮胎啊，可能有护肤品啊，就是那一栋东西都是第一喵家的东西，然后 rooftop 可能是一个打卡拍照的地方，然后我们也想要这栋东西可以变成一个马来西亚旅游景点，这个
个就是迪喵最大的梦想之一。但这1-2年如果要开实体店，我是希望能够开在一个很适合迪喵外的地方，然后我们先从这个小小的实体店去学习怎么经营这个 retail store 这样子。要当常用员工有什么条件？其实我们公司请人哦，只有看2个东西吧。第一个就是你的能力到底有没有在 average 还是上面还是下面这样子。第二点就是你的态度，你的那个 passion， 因为毕竟我们公司还是希望能够请到真的是对于创作上有非常大热忱、非常多想法的一个人。如果你的能力还不到位，但是你的态度、你的 passion 有这样高，其实我们公司是很愿意去花时间去培养你啊，把能力提升，跟你的那个 passion 结合，我们大家一起团队把创作的东西做得更好。找我这个客人很久没有讲这样的话，所以这一集的常勇 Q&A 就到这边。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但是我没回答的话，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下一集肯定是明年的事情，2026啊，所以你们就可以在下面留言。第二个问题哦，就是太多人问了，顺便放出来，就是大家问我们的 house tour 什么时候才会发布。我没有错的话哈，我先讲啊，有可能 delay 啦，没有错的话应该在10月份还是11月份才会发布 house tour。但是 before house tour， 其实我们还有一集装修8点档这样子，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真的太多人问我们这个东西哦。大家再见。